她第一次吃巧克力味的大便，便对她赞不绝口。Makes it taste so good. 然而下厨的黑人女佣心里却暗自窃喜。一旁的老夫人见状也想分一块尝尝，但却立马遭到女佣的阻止，并表示这是专门为西里小姐做的。Let her wine. Eat my shit. 女人细细品了品，觉得她一定是在吓唬自己。这样的美食怎么可能是大便做的？可是女佣却斩钉截铁地重复 I said eat my shit. 看着盘子里的糕点，女人瞬间泛起了恶心，胃里不禁开始翻江倒海。这一幕可把老夫人给逗乐了，还嘲笑她一连吃了好几块。之所以西里会遭到米妮的报复，其实都是她自食其果。女人每天都会给厕纸做上标记，生怕女佣偷用家里的厕所，因为在她的眼里，黑人无一不是肮脏邋遢的。若是女佣想要方便，必须去室外专用的小木屋。然而这天屋外大雨倾盆，米妮又正好内急，不过老夫人却并不嫌弃，同意她就在家里厕所方便。但是看着西里的态度，米妮只好表示自己先去厨房沏茶。不过她还是偷偷来到了厕所，尽管自己的动作谨小慎微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但还是被门外的西里偷听到了。既然已经被当场发现，米妮索性也开始破罐子破摔。就这样，米妮被当场赶走，只能冒雨连夜离开。不止于此，西里还向外散布谣言，说米妮不仅患有传染病，还是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佣。这导致全镇的白人家庭都不再敢聘用米妮，因为失去了收入来源，丈夫不仅每天都会对她进行家暴，甚至还逼着让女儿退学，也开始学着做女佣。米妮非常无奈，她也不忍心让女儿这样。虽然每天应聘都无功而返，但还是得去郊外碰一碰运气。没想到新雇主竟前所未有的热情。西利亚带她参观了庄园，并开心地分享自己怀孕的好消息。Gonna be eating for two. That's double the cooking. I know. Don't know what to do. 西利亚认为对方嫌隙颇重，表示自己已经被4、5个女佣拒绝了，并失望地准备给米妮拿点路费。When you hear me say I don't want to clean this house? 西利亚第一次顾到了女佣，激动地给了米妮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举手投足间没有丝毫对黑人的歧视。米妮想争取能够单休，没成想对方却表示她周末都可以在家休息。After 9, and you gotta leave before 4. 不过西利亚却补充了一点，工作的事不能让男主人知道。显然她没有考虑过黑人的社会地位。米妮有些迟疑，如果她丈夫回家发现一个黑人，那必然会遭遇生命威胁。原来西利亚只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，她的丈夫正是西里的前男友，二人奉子成婚，遭到了西里的嫉妒，于是呼吁全镇所有白人女性一起孤立西利亚。没有朋友的她只能努力做个能力强的家庭主妇。看着西利亚的不断恳求，加上自己实在找不到其他家庭，她最终还是应下了这份差事。二人相处得十分融洽，西利亚还把她当朋友一样，不仅主动和她一起用餐，看到她额头上被家暴的伤痕，还贴心地教她保护好自己。 I'd give it right back to him. I'd hit him over the head with a skillet, and I'd tell him go straight to hell.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米妮这么幸运，其他的女佣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西里呼吁与黑人划清界限，全镇的白人都修建了黑人专用厕所，原本能在雇主家方便的，如今都被赶了出去。狭小闷热的空间让人无比难受，有的因为孩子上学，想预支点工资，还会遭到无情的羞辱。但讽刺的是，这群白人竟然聚在一起为非洲儿童捐衣服捐款，唯独这个女孩不一样，她对黑人没有丝毫的歧视。在和夫人们的聊天中，她深刻地感受到了大家对黑人的歧视，于是她找到米妮和闺蜜，说自己是报社的编辑，希望能收集女佣遭到压迫的故事，将其写成一本传记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不公平，以此来改变他们充满歧视的生活。然而对此米妮非常疑惑，她完全没法相信一个白人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。于是斯奇特说出了原因，自己就是黑人女佣带大的，二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但是当他一次放假回家时，却发现兢兢业业几10年的养母无故离开，虽然母亲始终不愿提起，但是他也猜到了其中必有隐情。听了斯奇特的故事，米妮也逐渐打开心扉述说，一吐槽起前雇主，他便开始一发不可收拾。经过一整夜的采访，二人都提供了很多自己被压迫的事迹。没想到主编对这类故事非常感兴趣，但是觉得采访的人太少，要求他至少再找10来个女佣，来增加故事的丰富性和支撑数据的真实性。可是像二人一样敢于说出自己伤痛的女佣少之又少。米妮提议虚构不同的人物，把他们俩的故事分配，但女孩觉得这并不真实。 We're not gonna do that. That would be wrong. 而一旁的艾比也不愿放弃，她已经隐忍了太久了。 They killed my son. Truck run over him, crushed his lung. 米妮试图阻止闺蜜，但是她还是坚持详细地描述出儿子在眼前咽气的过程。 Every year I can't breathe. You stop this. Everything I wrote, he wrote. Everything he was gonna die with him.
斯奇特不敢想象，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竟然衍生了如此荒唐的事。为了有更多的素材，女孩又找到西里新雇的女佣，希望她也能说出自己的故事。不过尤里还得为孩子学费而打工，他不想因此得罪雇主，于是便拒绝了女孩的请求。可是这天打扫卫生时，竟意外地在沙发下发现一枚戒指，因为2个儿子学费的压力，让他偷偷将戒指私吞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因此付出了代价。这天刚走下大巴，就遭遇2名警察的逮捕。尤里知道是自己的错，所以没有反抗。不过他想起钱包忘在了车座，想要回车上去拿，却被警察误以为他在反抗，直接将他控制在警车上，用警棍无情地挥打。这一幕被在场的黑人同胞看到，心里的愤怒难以熄灭。第二天，西里大摇大摆地炫耀自己成功为民除害，帮助小镇消灭了一个小偷。他的无情和冷漠让一旁的斯奇特感到很不舒服。这时，一个黑人找到女孩，说现在需要她去趟艾比家。斯奇特二话没说，连忙赶了过去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没想到一大群黑人女佣正等着他。I'm gonna help with your stories. We all are. That's right. 这一刻，所有女佣都团结起来了。她们如今知道了，不断的隐忍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压榨，必须敢于站出来争取共同的权益，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改变。虽然故事已经收集出来了，但是还有一点很恐怖的是，要是被他们的雇主发现，所有的女佣都会迎来灾难。这时米妮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她让女孩把西里吃答辩的事件写进去，这样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是这里发生的故事。可女孩却觉得这样太危险，米妮必定会遭到报复。Either put it in or pull my paws out altogether. Y'all pick. 在米妮的坚持下，女孩还是按要求完成了传记。然而在正式发表前，女孩觉得还差点东西，缺少了自己的黑人养母。于是她找到母亲逼问康斯坦丁的下落。在斯奇特强硬的态度下，她还是说出了真相。当时的母亲被任命为州理事，正在庆祝晚宴期间，康斯坦丁的女儿提前来探望，母亲让她走后门去厨房等待，但她却见母心切，直接闯进了宴席。对于满屋子的白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大不敬的行为。You may put up with this kind of nonsense, but I do not. 于是，在所有人的目光下，母亲严厉地将2人赶往厨房。然而，一旁的主席却不依不饶，要求女人必须将其解雇。母亲无可奈何，只能将母女俩当场赶走。然而，等她打听到消息，却得知老人已经在老家去世。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不偏不倚落在女孩心上。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真相，明明是个应该受到全家尊重和感谢的人，却因为女儿的关心，遭到了所有人的驱赶。斯奇特满眼泪水地离开，独自来到了养母的家。他想象着与对方的美好时光，但如今能做的只有把他的故事写进书中，让更多的人了解。不久后，他们的传记正式发售，书籍瞬间火爆大江南北，连母亲也知道了女儿做的一切努力。书中真实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种族歧视的残酷，白人们终于感受到了自己对黑人的伤害。不过，只有西里受伤的世界达成了，自己吃了秘制巧克力派的事被公之于众。第二天，闺蜜们都在谈论，认为这些故事都非常熟悉，似乎就发生在身边。只有西里坚定地表示，这本书肯定是某个黑鬼故意歪曲事实，而且绝不可能是在小镇上发生的。尽管他努力地想撇清关系，但没过多久，他收到了西利亚夫妇的义卖基金，然而上面赫然写着赠予2大块的西里200美元。这赤裸裸地嘲讽他吃了2块巧克力派，瞬间就让西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猜到书的作者只能是斯奇特，于是一路狂飙前去报仇。西里警告对方自己请了律师，准备起诉女孩诽谤。Careful, Haley. That's chapter 12. Don't give yourself away now. That was not me. 西里转头又想进屋告家长，正好碰上了刚出门的女孩母亲。可他还没有开口，没想到母亲却先发制人，指出他嘴角怎么烂了。Been eating too much pie. Mrs. Hill. Get your raggedy ass off my porch. Well, we all get one of those disgusting things on our lips. 西里被怼得只能灰溜溜逃走，而母亲将女儿拉到身边坐下，表示非常欣赏她所做的一切，感谢女儿把勇气带回了家里。若是自己当初有勇气坚持自我，也不会受他人的影响，从而赶走康斯坦丁。 I have never been more proud of you. 然而憋了一肚子气的西里只能来到闺蜜家中，借口艾比偷了家里的餐具，扬言要将她解雇。虽然闺蜜知道女佣被冤枉，但是在西里的威逼下，她不得不选择将艾比赶走。没法做女佣的她，后来也选择做一名作家，继续为黑人的解放而努力。与此同时，米妮也像往日一样去西利亚家上班，不曾想却遇上了对方的丈夫。本以为自己的小命不保，这才得知对方早已知道他和妻子的一切。男人非常感谢米妮，表示自己能感受得到。从他来家以后，妻子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。他邀请米妮一起回家，没想到西利亚已经做好了一大桌美食。妻子也是非常诚恳，对米妮表达了自己的感激。 So, I ain't losing my job. You got a job her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. If you want it. That's a mile high Moraine, Miss Hill.
小镇上的黑人们欢聚一堂，感谢二人帮助大家改善了生活。3个善良而勇敢的女性成功带领小镇上的黑人开始做出反抗。尽管种族歧视的问题不可能因一本书而彻底解决，但是打破隔阂的努力一旦开始，人们心中的偏见便会越来越小。